Hello，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我们这一期说一下综艺《浪姐六》。我们这一期的标题是什么呢？房琪低情商遭叶童怒怼，然后何鸿燊晒证据仍被淘汰。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芒果台又搞事情了。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房琪跟彭小苒还有何鸿燊他们之间的争议，就是先感慨一下啊，这个芒果台是真爱房琪。你要说一句防黄也不为过。为什么呢？就是争议点来看啊，全程都是采访的房琪，彭小苒的后采说话的时间呢，都和这个房琪哭的时间差不多长，还没有那个长呢。何鸿燊就更甭说了啊，这个后采的时候我一句话我都没看见，基本上全程都是无语的一个状态，一句话都没有。芒果台呢压根就忘了这个人了，所以我看到这个何鸿燊被淘汰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奇怪啊，应该就是他们一个内部流程的问题。第一个争议点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凑不齐这个时间排练。其实我们作为音乐的专业生啊，就都知道，如果说没时间排练，那确实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我们来看看啊，房琪说的是由于什么呢？由于彭小苒和何鸿燊都在外地拍戏，所以三个人呢就只能拉一个群。然后房琪说了一句啊略显夸张的话，就说我发了一个消息，24小时都没有人回复我，节目组竟然还配了一张三个人群里的聊天记录。我们就先不说这个聊天记录是谁给节目组的，就说一个电视台，我真是第一次看见啊，要放一个私人的聊天记录来佐证一个选手的观点，这个非常的罕见。一般来说，我们公开的场合是有隐私权的，个人是有隐私权的，不会去放个人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对不对？这7天的时间里，我在群里拉大家开电话会，把我们现在能做的功课都做好。我群里第一天发了消息，大家说在忙，我说好，那等你有空你再回复我，可能在工作吧。第二天一整天还是没有人回复我，但是后面距离我上一次发消息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了，我没有得到准确的答复，我等了3天。你觉得这算是一种背刺吗？我觉得这算偏爱吧。太偏爱了，我这房琪简直是，虽然他是一个大网红啊，但是偏爱到这种程度，还真是比较罕见。流量至上。对，然后我说为什么说房琪说话夸张呢？根据记录啊，我们可以看到，房琪说的24小时就是没人回复我，是指的哪24小时呢？2025年2月21日上午9点半，到2月22日上午9点半，这24个小时啊。何鸿燊后来在淘汰之后啊，在网上就是澄清说是什么呢？21日准备了线上开会，并且报备了22日、23日的工作时间。21日的晚上一直到凌晨还收到了房琪的电话，表达了很多，他们之间交流了很多。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21日上午到22日上午是没有人在群里边说话的，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交流，就是说他们也是通了电话的。我们其实可以理解房琪作为队长啊，就是三个人老是凑不齐时间排练，然后他很焦虑，对不对？但是否认三个人的联系，这个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啊。太夸张了。对，最后因为这个小考成绩不好呢，房琪就噗的一下就哭了出来。哎呀，烦死了，不哭呢。哭了一下，哭了是吧？对，我看见之后就忍不住笑了一下，对不起啊，忍不住笑了一下。房琪不是说根据专业自媒体人的传播学专业说彭小苒加那个 rap 啊，在那个珊瑚海里边加 rap 是不利于这个传播的，对吧？我也只能想说一句，根据我的作为自媒体人的传播学专业，我说了不起，哭得好。对，房琪了不起，他这一哭啊，简直就绝了。然后在传播学专业上，这属于一个比较顶级的发挥了啊。第二个争议呢，就是彭小苒要加那个 rap，其实他说的其实很委婉啊。昨天晚上在车上说了一下，但是第二天呢，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个 demo。后来他在直播里边好像还说过啊，就是说可能是请胡彦斌他们去做的这个 demo，还是相对来说这个 rap 比较专业的，其实都录出来了，是有准备的。而且在直播里边他也唱了一段啊，我们可给大家放一段这个视频。
其实听起来还行，也没有那么差啊，还可以。然后彭小苒呢又找了这个娃娃呀，又找了排练老师啊，说房琪呢就反对，当时就反对啊，就说我这个你跟谁说都不行，其实你应该跟队员说。这个时候呢，突如其来的一个反对，让这个彭小苒一脸不可置信，我盯着他。我的想法是，这么一首经典的歌不应该加 rap， 就我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刚才你问了赵老师的意见，问了爸爸的意见，但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队员的意见。其实他在排练老师之前呢，他是没有明确反对过的，就是给大家介绍啊，比如说给娃娃介绍，给赵老师介绍，说我们队啊，彭小苒要加一段 rap 啊之类的。但是他说的那些话其实有点中性，包括在车上说的，可能会被骂上热搜之类的，他也是笑着说的，过于委婉了。对，有点中性啊，就可能是过于委婉啊。所以说，在排练老师呢，他明确的表示反对之后呢，彭小苒一脸不可置信啊，看着他，有点当面背刺的意思是吗？对。所以说，这个何鸿燊其实他在排练的时候也挺尴尬的，因为两个人好像要争起来了，对吧？一会儿说一下，我们说一下何鸿燊的这个性格问题。后来呢，就是因为赵老师说了小考马上要来了，可能时间上来不及了，所以彭小苒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这个 rap 的想法。这段故事啊，我不是说谁说错了，但是你什么事，成年人尤其是你最好是私下先沟通好了，不要当着老师的面好像打小报告一样，对不对？这跟房琪一直营销的高情商才女人设其实是有点冲突的，对吧？他在这个节目里边就搞得看不出情商很高。最新一期呢，表现得更明显了，因为他们何鸿燊被淘汰了嘛，他们小组评分也比较低，所以说他们要拆分。拆分了之后，房琪呢就让李一桐和叶童两位老师看上了，他想要一个唱跳舞台，这个可以理解啊，就是选了李一桐那边，他们原来是女团的嘛，对吧？但是他对叶童说的那句话，简直是超低情商，对，太夸张了。可能是大概是嫌弃叶童老师年纪大了，说的太明显了，精力跟不上了。然后叶童老师就回怼了一句：“你觉得我精力跟不上？我觉得你很有问题。”是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唱跳的舞台，但是如果真的想这样选择的话，我又会非常担心叶童姐姐的精力问题。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姐姐玩得开心，我希望你一直都玩得开心。我一直都玩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去怀疑我的精力，我觉得你真的有问题。对，然后全场就一片哗然。然后叶童呢是作为一个老前辈，但是在节目里边其实挺努力的，他跳的我觉得比房琪还要多。他们那个节目，房琪他们那个节目没有跳，他们不是说他们的那个表演很好看嘛，就是那个烟花很好看。对，就是所以说叶童完全没有这个精力问题啊，他虽然已经60多了，但是冒犯了，就当面说这个话，我觉得有点伤自尊，对吧？因为他作为年纪最大的这里边，你不能老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去说，不停的去说这个问题。对，所以说这个高情商才女人设，你怎么看待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以前营销这个高情商才女这个人设，你比如像韩雪啊，还有这个江一燕啊，他们营销的这个才女人设，其实最后都不是很成功。你怎么看待去营销这种人设？因为我对于才女的这个印象还停留在李清照啊、林徽因这种，就是写入历史的这种印象里面。就你要说到才女，我只能想到这些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就像你说的太大了，这个东西太大了，尽量不要去营销这个，因为才气这个东西，大家对你的上限是很高的。对，就我发现这种营销这种人设很累的，尤其是大家在朋友之中也尽量少营销这种人设。你说错一句话呢，别人就记仇了。如果你平时就口无遮拦呢，可能会得罪一点人，但是不会说这么深的去得罪一个人，对吧？高情商和才女还同时的话，那就更加难了。因为高情商我们知道有，之前那个大家说到高情商，贾玲在节目里经常会被说到高情商。对对。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你要有她这种反应能力是非常难的。我觉得高喜就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你要又有才女，因为才女她是偏知性一点的。又要高情商还要才女的话，我觉得这个2个 buff 都很难，尤其是才女比较难。其实喜剧演员就比较难。对，你刚才说的贾玲，包括这个我们节目里的辣目洋子，就是李佳琦，然后还有金靖，还有黄渤，对，他们都是以高情商来著称的。但其实发现这些人活得很累，很难。有很多就是你发现喜剧演员最后都抑郁，
对吧？所以说他们说话什么的都非常注意，我们就作为普通人就尽量不要营销这种人设了，这种人设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做啊。我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何鸿燊跟彭小苒两个人性格真是不一样。你发现就是在这个排练之中吧，就是当彭小苒和这个房琪发生冲突的时候，何鸿燊其实挺尴尬的。他在当面呢，他就唱错了之后就是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唱错了，就反正是比较软的一种性格啊，比较好的性格。但是他下了节目之后，你就发现啊，他当房琪对他有误解的时候，他就硬刚。所以说这个何鸿燊硬刚浪姐也上了热搜。他是我了解了一下他原来的这个过往，其实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刚的人。他到现在其实没有大红大紫，原来演过很多其实挺有名的戏，比如说《如懿传》里面那个梅嫔啊，小琵琶啊，对，也是一个反正挺吸睛的一个角色吧，记忆还是挺深刻的。他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以前不知道，就是他跟某一个导演说，我从来不拍吻戏。他其实公开说我从来不拍吻戏。别人就问他为什么不拍吻戏，他说我怕过敏，就是一拍吻戏就过敏。我觉得这个就属于硬刚了。这个一般来说，你换一个别的这个解释也好一点，就是说我要维持我自己的这个清纯的人设呀，或者是之类的也好一点。上一个剧拍吻戏的还是秀兰邓波尔。对，不拍吻戏，然后怕过敏，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但是彭小苒就跟他性格完全不一样。你发现彭小苒就是面对面的时候，他有理他就争，他不停的跟你争，他不怕起冲突。但是他下了播之后呢，我发现他在直播里边，就是他个人直播里边，他还挺软和的，还道歉了，就说因为我可能觉得综艺和拍戏和工作应该能相互融合啊，我觉得我没啥问题。但是造成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这是他在直播里边说的。所以说两个人的性格呢，何鸿燊就是说当面他比较软，但是下来之后，如果咱俩再也不见面了，他也可以硬刚你。然后彭小苒呢，就是说当面他可以跟你争啊，他不怕撕破脸，但是下了之后呢，他就有点软和，对吧？你觉得这两个性格哪个比较好？各有所长嘛，因为我个人可能就是何鸿燊这种性格，就是日常看起来就是很好说话，但是当你遇到一些事的时候，就真的很刚，你刚的也让人不可思议，就是还有你呢。对。但是那个，我觉得像彭小苒这种呢，他可能在同事之间很刚，他就是有什么都积极的去争取的那种。就这种情况，他在工作上应该是比较积极的，就是很愿意去表现自己的那种情况。但是呢，他其实他的软不是针对工作或者是他的同事，而是针对观众。我觉得他的这个软的态度是对于所有的网友啊以及观众对于自己形象的一个营销，对，这也是比较高情商的一个表现吧。他在个人直播里边说的，对，他在节目里边其实跟房琪没有说，态度不一样，他是对不同的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态度吧，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后果是我们共同去承担的，甚至在他看来，自己的名气可能还不如房琪那么高，那么他就更有可能被淘汰。那么他在这个里面的那种焦虑感也是一样，就不低于房琪的，他肯定也想赢，所以他就很想去加入这个 rap 的那个心思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全力的去推进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场吧，我看到这个行为我是比较赞同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事情，你就把这个态度表达出来，很明确的告诉所有人我要加。当然大家都反对的时候，他也没有固执己见，他也接受了最后这个结果，对吧？对。但是房琪呢，他就有一点就是总有点张不开嘴，我不好意思说，或者是也不好意思当面跟你直接说。高情商。你高情商，你不能当面，我们是当面背刺的，这个话都有点悖论，你就有点当面捅刀子的感觉，就是下面你不跟我说，上来在老师面前你叭的一下给我一刀，我这个猝不及防，你能看得出彭小苒当时那个惊讶，就是这是高情商吗？可能他当时也是有一种挺难受的点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房琪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和声的哪个部分呀，怎么不好呀，这些问题部分哈，他所纠结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他们很难抓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这个歌怎么唱，怎么和声，这个细节的东西，他真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出来的。对，其实他们3个人都不是这个声乐专业的嘛，对，也都不会跳舞。那么其实，在当下，我觉得如果就是彭小苒要加，
如果我是队长的话，我会就让他加。当然我们就是你自己加一段，中间要让你出来秀一段啊，你为你个人也好，为我们战队也好，你让他，因为他秀完以后，如果因为这段东西他垮了，也是他自己背锅，也不用你去背锅。但是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办法去插入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出奇效。对，因为说真的，如果没有这一段，中间没有他们这个吵架的这一段，你会注意到彭小然和平平无红奇，你甚至这一组都被隐身了。对，其实有这么一个冲突，反而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房琪自己的一个有意为之，自媒体人嘛，传播学嘛，就是他有意为之，这是他有意要加的一段东西。我其实最反对的就是你不能把私人聊天给节目组，节目组为什么会发现他们的聊天记录呢？哎，这个东西你把个人的隐私然后去公开，然后节目组还给你贴出来了，直接这东西我觉着对于何鸿燊和彭小苒两个人不太公平。他们两个肯定是选择硬刚到底这个东西啊，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们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他中间还加了一句我等了3天，对对对，对吧？对，这个就很夸张，一个是24小时没有回应，一个是我等了3天，但实际上他说的那个3天是包括在他们那个休息日的，是所有人全员所有的那个全组都放假，然后等到回来以后，你该排练排练。但是其他的人其实也是这样去排的，无论是舞蹈还是唱歌，大家都是在节目组里面排的时候尽量的去排。但是你看节目的剪辑就有点偏心，没有剪他们如何排练。只讲究他们说他们好像他们因为工作而逃避排练一样，这个有点偏向性太明显了。最冤的就是何鸿燊，一句话都没说。你发现后台里边没有他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他的镜头，也没有他们这个就是排练的镜头也非常少。彭小苒还至少有5句话。基本上都是房琪自己在那里备采的一些镜头。对对对，就是他一个人在叙述自己的各种焦虑，还有大家的不配合。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过多的去阐述了，就基本上没有他们好好排练的一个过程。最惨何鸿燊，然后一共直接淘汰了。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房琪当面去说那个叶童老师那个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当下可能是被叶童选中了，他当时可能太高兴了，还是就口无遮拦了一下子。但是这个经历的问题，这确实我是没想到高情商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呢？就是又是一个话题，自媒体人的传播学话题。